上回说到，湘北与丰裕的比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烈受伤暂时退场，湘北迅速追击，以91比81压过丰裕10分。就在湘北即将大获全胜之际，南烈强势回归，状态满满。丰裕其他球员也全心投入到了比赛之中，南烈连续2投3分球全中，将比分差距缩小到4分。湘北大呼不妙，立即展开防守，而此时丰裕完全有机会追平比分，但时间已经不够用了。铃声响起，全场比赛结束，湘北以91比87大败丰裕，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在高手如云的全国大赛上，不为人知的湘北篮球队凭借和丰裕的这一场比赛一战成名，之后还来不及喘口气，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就是站立在日本高校界顶峰的球队山王工业。与此同时，在全国大赛其他赛场中，第一回合的比赛都相继结束，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球队如下：爱知县的爱河学院以103比58的成绩打败了恒宇工业，大阪的大荣学院以81比48的成绩战胜了富坊，京港的长城以79比34的成绩打败原口商业。那些在赛前被看好的强队大多不负众望，顺利进入第二回合。59支参赛的球队之中，已有27队被淘汰了。打败了丰裕，对于湘北来说，其意义不仅是进入第二轮比赛，更重要的是在全国高中篮球界彻底扬眉吐气一次，说我们是 C 级，这次啪啪打脸了吧？我们打败了 A 级的丰裕，应该是 AA 级才对。樱木意气风发，自信说道。换句话说，我们和山王工业也是势均力敌的。赤木一脸痴汉笑，嘴上骂道：笨蛋，别太得意忘形了，只不过赢得了一场比赛而已。樱木勾肩搭背地说道：大猩猩，你不也很高兴？这时一通电话打进了旅店房间，赤木接起来一听，对方是身体大的唐泽教练。唐泽教练表示对湘北的表现非常满意，不过明天的比赛才是真正的考验，山王工业可是很强的。其他人听见身体大的教练亲自点名赤木，都吃了一惊，因为身体大是现今日本大学中第一球队，看来赤木潜力无限，被身体大相中了。晚间，安西教练饮酒归来，带来山王工业的比赛录像带。安西教练和丰裕前教练北野是旧相识，赛后二人一起喝酒畅谈，感叹时间的流逝，感叹物是人非。安西教练针对需不需要给湘北球员播放山王工业的录像带这个问题，征求了北野的意见。简单来说，山王非常强，强到令人发指，湘北和山王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看了山王工业的录像带，有很大可能会打消湘北的积极性。北野说道：我倒不认为会如此经不起考验啊。北野的话给了安西教练信心，于是安西教练决定拿出山王的录像跟大家分享，这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次心理素质的考验。安西教练说：大家好好看看，边看边想想明天的对策。樱木开心地说道：好啊，我们把山王工业打败之后，我们就是 AAA 级球队了吧，老爹？安西教练呵呵笑了笑，我当然有这个打算。这个录像带中所记录的是去年全国大赛的决赛上山王工业对战海南大附属的比赛记录，海南就是在这里被淘汰的。宫城和三井等人看到面无血色，脸色无比难看。樱木一头雾水，你们一个个的表情怎么跟吃了奥利给一样？宫城感叹，什么都不懂的人真幸福。看了这些片段之后，仍不知道山王有多厉害。去年海南的队伍并不比今年差，甚至比今年的阵容还强，即便这样还让山王落下了15分，可见山王有多恐怖。四眼哥自我安慰道，去年山王很多首发球员今年已经不在阵营里了。大家吁了一口气。宫城被对方的控球后卫所吸引，山王的控球后卫防守技术简直一流，如果换了是木以外的后卫，手里的球早就被抢走了。安西教练平静地说，真是队长，今年还在。宫城惊的下巴差点砸在地上，信心瞬间崩塌，找个借口出门去透气了。四眼哥一脸担忧，去年的首发还有一个人在今年阵营吗？大家得想个办法让宫城重拾信心。安西教练默默伸出3个手指头，错，去年的首发有3个人还在。大家顿时不平静了。山王工业这3个狠人分别是当时的9号球员神津一成，控球后卫山王工业队长14号中锋和田雅史，194公分，大猩猩和他一比简直就是温顺的小型黑猩猩，这家伙壮的像一个银背大猩猩，虽然长得很巨大，但速度很快，技巧好，据说他从中锋到大前锋到小前锋3个位置都能胜任。第3个是山王的黄牌球员，当时的13号球员泽北荣治，189公分，从他在录像带中的身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家伙各个方面都是团队里最好的，而且这个人当时是1年级。山王工业光是这3人就足够大家喝一壶了。
无论是技巧还是经验，他们3个无疑都要胜过湘北。安西教练说，他们在去年全国大赛里会拥有战到最后夺得胜利的经验，这个差距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大。当然，我希望看到的并不是这种差距，而是你们如何让山王吃尽苦头。如果可以的话，樱木打断安西教练：“老爹，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吗？”安西教练平静地说：“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要是对篮球有兴趣的人都不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山王工业是非常有名的，也很受欢迎，所以明天的体育馆肯定是座无虚席。”樱木非常开心，那不是更好？来看的人越多，我的状态就越好。如果我们表现出色，观众说不定会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把山王逼到绝境。安西教练差点笑出声，格局小了，就算你表现好也没用，大家还是会给山王助威。大多数人认为，绝对不能让寂寂无名的湘北撼动山王的王者地位。每个人都不希望王者山王在外围赛中被淘汰。想要达成称霸全国的梦想，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动摇，你们必须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安西教练的话让大家陷入了沉默。称霸全国这个事情，以前只是想想，现在它就在眼前。湘北与称霸全国近在咫尺，中间却有着山王工业这道深渊。看完了录像带，大家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然，除了樱木，赤木等人出去放风，刘传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看着电视上的泽北发呆。这时，风雨的南烈来到旅店找刘传峰单聊，樱木好奇尾随出去。南烈到底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人，他为自己挤上刘传峰的事情感到抱歉，并带来一瓶外用药膏。原来南烈家是开药房的，特意来给刘传峰送消肿的药膏。刘传峰木讷的道谢。南烈说，以你的球技，应该有机会成为日本顶尖选手，只要你打败山王的泽北，也许真的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家伙是高校第1球员。樱木倍感无趣，也许是嫉妒心作祟，悄无声息地离开散步，结果碰上了成双成对的宫城和才子，3人又碰见了在外聊天的赤木等人。所有人的心里都被山王这座大山给占满了，信心溃散，斗志全无。思阳哥说道，既然来了，那就拿出信心。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初加入篮球部的情形吧？如今留下来的正是当初真心相信自己能称霸全国的人。另一边，山王工业的教练堂本五郎也拿出湘北比赛的录像带，让球员们仔细观看。大家好好观察一下自己负责看管的对手，对手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行动模式、小动作，还有在球场上的性格，大家要留心观察，好好研究，各自把自己的对手详细解剖。强将手下无弱兵，堂本五郎教练从来不以山王连续蝉联全国冠军而居功自傲，即便面对寂寂无名的湘北，堂本五郎依然带领队员们认真对待，仔细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是不会轻敌的，因为不管实力有多强，说到底也只是高中生而已，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况且比赛是采用淘汰制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第2天就是和湘北的比赛了，他们教练没有放任球员们去洗澡、桑拿、吃海参，疯狂的放松，而是安排了一场练习赛。对手是山王工业以前的那些前辈，那些人现在都是各个大学的明星球员。他们教练让队员把他们假想成湘北，来一场决战前的模拟考试。虽然没看到山王工业展现实力，但光是这股劲头就太强了，难怪他们会立于不败之巅。一夜很快过去，与山王工业对决当天，樱木早早的爬了起来，天才刘传峰都还在熟睡中。樱木看着晴子的照片，露出痴汉微笑。结果安田突然睡惊了，一声吼叫，吓得樱木一把将晴子的照片揉成一团。头一天晚上，晴子特意打电话到旅店，樱木接起来，一听是晴子，立即笑容满面。晴子像往常一样，大大的给了樱木一个赞，并表扬樱木为团队拿了6分成绩。别小看这6分，如果没有这6分，湘北就要输了。晴子说，就像我以前说的，只要樱木同学肯努力，我们称霸全国的梦想便容易实现。明天的对手是超强的山王工业，没问题的。晴子的话给了樱木很大的动力，樱木拿着篮球早早出门去训练。假如以目前的条件胜不了山王，那我就加倍努力来弥补这个缺点好了。打倒山王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樱木去办吧。